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入场，直到收网那天，他们才会明白，他们从来都不是猎人，而是猎物。所谓的动心，不过是我故意撒下的饵，仅此而已。我编织了一张巨网，要猎杀的是他们所有人。且说那京城风云起，刀光剑影。小姐，2楼那位又在看你。今日新穿的栀子，香气轻，夫人戴在袖边最衬气色。你这丫头嘴真甜。小姐，咱们不往2楼去吗？不去。可他都看你好久了。看见就够了，看见他才会想起当年欠下苏家的债。知怡，跟奶娘走，拿着活下去。娘，我不走。那一巴掌很重，打得我耳朵嗡嗡响，可他比我哭得还厉害。苏知怡，快走！顾长渊，你敢不查就杀人，来日必遭报应！顾小薇，段大人还在等回发。关门。爹，娘，小姐，咱们不是冲2楼那位来的吗？猎物若太主动，就不像猎物了。侯爷，茶都凉透了。属下看那卖花姑娘，她每次只在1楼卖花，从不上2楼，也从没往这边看过。从没看过？是，像是不知道侯爷在这里。真香。去玩吧。这笑柔得让人分不清真假，不知道才有意思。小姐，快卖完了。卖完就走。那2楼，铃铛。晨会，2文。姑娘明日还来吗？若花开得好，便来。小姐，真走啊？可他还没下来。不急，鱼刚闻到饵，不能吓着他。侯爷，要不要属下追出去问问？喂，你还活着吗？你别死，这个给你，带着就不臭了。那时的花是用红绳系着的，红得很旧，白得很干净。老陆，侯爷，去查一查那个卖花的姑娘叫什么，从哪里来，住在哪里，一件都不要漏。是。还有，查她从前有没有来过京城。属下明白。顾长渊，你最好查得仔细些，查到江南沈家，查到我家破人亡，也查到很多年前在京城城门洞下有个女孩救过你的命。将来我一定报答你。侯爷，去查的人回来了，那姑娘叫沈知怡，半月前从江南来的，如今在西市盘了一间小花铺。沈知怡，小姐，你怎么了？没什么，回铺子。明日还来吗？来。还卖花？继续卖。卖到他下来？卖到他自己走进网里。三公子，那位就是近日在听雨楼卖栀子的沈姑娘。能让顾长渊亲自去查的人倒是少见，要不要属下也去问问？不急，他既然会来听雨楼，就一定还会再来。沈姑娘，今日可算来了。昨日那栀子香得很，给我留2串。都有。小姐，今日人怎么多了？花香传得快。沈姑娘，这边来2串最鲜的。好，客官稍等。你瞧这沈姑娘的模样气度，哪像是市井里粗养长大的，倒像是落了样的千金小姐。侯爷，再不下去，怕是又卖完了。夫人慢走。沈姑娘还有吗？最后1串了。我娘病了，屋里药味重，想买1串给她压压苦味。拿去吧。小姐，卖完了，收摊。侯爷，下去。侯爷，千金之躯立于市井，怕是不妥。那悬疑的，莫非是这？起身，不要命了！哎呦，小姐，小姐，他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别慌。这位公子可是要买花？卖完了。是，今日卖完了。可惜，我倒想要1串。公子若不嫌弃，明日这个时钱，我给您留1串。定金。花还没给，银子不能收。小女子做事小本买卖，今日收了公子的银子，明日若花不新鲜，便是我失信。公子若真要，明日来取便是。沈知怡，
公子认得我？江南来的，是。第一次进京？第一次。从前也没来过？没有。那就奇怪了。哪里奇怪？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你。公子大约是认错人了。我这样的卖花女，京城每天都有许多。可你这样的眼睛不多。公子若明日还想买花，可以早些来。好，我明日早点来。那明日我给公子留最好的。小姐，你知道他是谁吗？谁？镇北侯顾长渊。是吗？你不知道？我该知道吗？一个刚从江南来的卖花女，不认识镇北侯才是正常的。可你刚才竟敢不收他的银子，那不是一枚碎银，那可是镇北侯递出来的银子啊！铃铛，明日多穿几串。真给他留啊？答应客人的事不能失信。侯爷，用不用属下去把人请回来？不必，他既然不收，就按他的规矩来。小姐，他不会真查你吧？会。那怎么办？让他查。为什么？因为查出来的东西是我想让他看见的。小姐，你这样笑，我有点害怕。去烧水。不会是镇北侯的人吧？开门。万一是坏人呢？坏人肯敲门，已经算客气。沈姑娘，我是。我家三公子听闻沈姑娘的栀子极好，想订100串。100串？明日未时送到段府。三公子说要沈姑娘亲自送。那年我从苏家逃了出来后，被奶娘带到了父亲的旧有处沈家。我到沈家3个月，从未开过口。沈家有个长兄叫沈燕之，他是个笨嘴钝舌，最不擅长安慰人。你不说话也没关系，饭要吃，你不吃我就一直陪着你，什么时候想吃我什么时候走。那碗粥凉透了，他也真的陪我做到了天黑。少爷，天太黑了，不如等明早天亮再请郎中吧。燕之，这么大的雪，山路都看不见，你不要命了？不行，他会烧坏的。之怡，撑住，寒气已去，并无大碍。醒了，药苦，哥给你备了汤。哥。我慢慢从当年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本以为这辈子还能再幸福一次，老天爷总不至于对一个人下2次狠手。直到养父把那家段家的黑账交给我后，一切都变了。兄长，你为何不应我？京城第一世家段家，他们来找那本账册，没有找到，所以杀了兄长。养父赶回来，看到满院狼藉，当场中风瘫了。嫂子哭了3夜，第4夜投了井。养母抱着最小的奶娃娃坐在堂屋里，1天1夜没有再开口，她的眼睛空了。不行，我们小姐不去。段府请人送花，什么时候也要问过一个丫头啊。劳烦回三公子，沈之怡明日准时到。那小的便在段府候着姑娘。小姐，段府不能去，那是什么地方啊？你今日刚被镇北侯盯上，明日又去段府，这不是往刀口上撞吗？段怀州，段家3房3公子，表面病弱不争不抢，可账子里写得清清楚楚，沈家出事那夜，段家死是走的，就是3房在江南的暗桩。小姐，你说话啊！铃铛，我来京城不是为了躲刀的。段家既然递了线，我总要亲手接一接。顾长渊刚咬钩，段家的线也递到了他手里。一张网只网1条鱼，太浪费。这门修得真高，怕了？谁怕了？我就是觉得他们家门槛太高，容易绊脚。沈姑娘，三公子在听松楼，闲杂人等在外院候着。我是小姐的丫头。三公子只请沈姑娘一人。小姐在这里等我。可是别乱跑。沈姑娘留神脚下，这院里的物件活物都养得娇贵，跟紧些，莫要走岔了道。多谢管事提点。这里越富贵，我越能想起沈家那扇被血浸透的门槛。今日只看不露半分破绽。三公子，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人生在京城第一世家段家。沈姑娘的栀子
确实比旁人的香。三公子过誉。江南来的？是。江南哪里？湖州。湖州，沈家。查得真快，昨日才见到我，今日连沈家都查到了。三公子，消息灵通。段家别的没有，耳目还算够用。100串之子都在这里，三公子可要验一验？沈姑娘不问我为什么订这么多？客人买花，自然有客人的用处。若我是拿去送人，那收花的人有福气；若我是拿去砸呢？那是三公子的银子，只要银货两系，花出了我的手，便不是我的花了。哥哥，当年你攥着那个缎子，疼不疼？沈姑娘很会做生意，穷人家的孩子不会做生意，会饿死。走了这么远，喝盏茶再走。三公子厚赐，小女子不敢。段家的茶，满京城的人挤破头都想。那是他们命好。沈姑娘觉得自己命不好，命不好的人不该来段府喝茶，该来段府收债。若命好，也不会来京城卖花。有意思。这盏茶，我请沈姑娘喝。接是入局，不接是不给段家面子。只喝一口，好茶易醉，茶也会醉人。贵人的东西喝多了都容易醉。和沈嫣之死前攥着的那截衣角上一模一样。一瞬间，书房门口淌出来的血又像漫到了眼前。他越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越方便看清楚他到底会把刀藏在哪里。定金100串花，昨日已经送完，三公子还要再订。要订多少？以后每3日100串。三公子身子弱，闻这么多栀子不嫌闷吗？我不嫌，倒是沈姑娘敢不敢收？他在试我。顾长渊的银子我敢拒，他段怀州的定金我收还是不收？收了，便是自己走进了这张世的网。为何不敢？顾公子的银子太烫，三公子的银子看着凉些。凉的东西碰久了也会伤人。多谢三公子提点。沈姑娘，听说你近日常去听雨楼，卖花而已。顾长渊也常去。顾长渊，镇北侯。原来那位公子就是镇北侯。沈姑娘不知道？不知道。那你胆子倒大，连他的银子都敢不收。花还没给，银子自然不能收。那沈姑娘可要记住，镇北侯的银子不收会惹他注意，段家的银子收了也未必安全。小女子记住了。三公子觉得他有问题。一个刚入京的卖花女，不收顾长渊的银子，却敢收段家的银子，他胆大？不是胆大，是他知道哪一边更该先咬。小姐，他们没为难你吧？没有。那三公子长什么样？像个病人。病人好，病人打不过人。能在段家活下来的病人，比会打人的更麻烦。那我们以后还来吗？他给你的？小姐，你不是说段家的东西不能碰吗？有些东西不碰，怎么让别人知道它脏？走，去哪儿？听雨楼。现在去做什么？把这块脏银子送给该看见的人。侯爷，湖州那边回话了，说沈之一确是沈家的养女，12年前被沈秉文从京城带回湖州，刚到沈家时年纪很小，不说话，怕火，身上有烧伤，手里一直攥着半块玉佩，谁碰她就咬谁。侯爷，这些线索确实像她苏之怡。侯爷，越像越不能急。若他真是当年苏府逃出去的孩子，他这些年改名换姓藏得这么深，必然不愿被人认出来。您若现在点破，他未必会认，也可能从此不再露面。更何况，他如今主动出现在您眼前，未必只是为了救恩，也可能是为了救债。校尉，这里有人！我不敢回头，只能把头压得低，拼命狂奔。因为我不确他接下来会不会直接将我处决，所以我不敢停下。这人的身影怎么那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今日在哪儿？段府，谁请的？段怀州。公子，你从段府来？是。段怀州给了你什么？所以我才来找公子。今日段府三公子订了100串之子，这是他给的定金。我一个卖花的，不知该不该留。你答应了？段家开的口，我不敢不应。可这银子收了之后，我也不敢拿回花铺。所以，拿来给我。段家的人，我得罪不起。除了公子，
我不知还能信谁。顾长渊不怕人求他，他只怕有人明明怕极了他，却还选择信他。他竟然说信我，尤其这个人还是当年那个小女孩。茶炉，侯爷，茶炉。那可是银子，10两银子。段家的银子，脏。可三公子说，往后每3日都要订100串。他还说什么？他说段家的茶，满京城的人都想喝。哼，你喝了？喝了一口。好喝吗？不太好喝。沈之仪，以后段家再递东西给你，不必收。不收，会不会得罪段家？得罪了又如何？我只是个卖花女。从今日起，不是了。公子这话，小女子不懂。老陆，明日开始，西市那间花铺，派人盯着。是。公子要派人看着我，护着你，有区别吗？是我失言，今日多谢公子。明日的花还送吗？公子还要？要，每日都要。那我明日给公子留心的。小姐，刚才吓死我了。怕什么？他把段家的银子烧了，段家知道，料不得找咱们麻烦。是会。那你还笑？铃铛，银子若只放在袖子里就是银子，可若被顾长渊当街烧了，就是一把火。三公子，侯爷把您的银子烧了，烧得好，这还好，烧得越狠越说明他在乎。他把银子送给顾长渊，就是在告诉顾长渊段家碰过他。那沈姑娘是在利用侯爷？他当然在利用他。那三公子还要继续找他，为什么不找？能让顾长渊失控，本就值得多看几眼。可他也许是故意的。我知道，明日给他送份更重的。可他刚把银子给了侯爷，所以明日要送得更大方些，让顾长渊好好看看。段家给得起的他烧不完。是。小姐，咱们是不是把两边都得罪了？不是两边都吊住了，这比得罪还吓人。怕就对了，不拿命做饵，怎么钓得起大鱼？这京城本来也不是让人安心的地方。沈姑娘，三公子说您一人在京城开铺子不易，这间空铺便送给姑娘百花。段家送铺子给一个卖花女。小姐，要不咱别收。沈姑娘，请过目。小姐，上头写的是你的名字。段怀州送的不是铺子，是火油。昨日顾长渊当街烧了段家的银子，今日段怀州便把一整间铺子送到我门口。他不是在补偿，是在告诉顾长渊，你烧得起10两银子，烧得起一间铺子吗？段怀州就是不知道你舍不舍得把整个段家也送到我手里。替我谢过三公子。姑娘客气了，我家三公子还说，若姑娘日后有什么难处，只管往段府递话，段家给姑娘撑腰。这哪里是撑腰，这是当街往小姐身上盖段家的印。三公子的好意，沈之言记下了。家这是认下他了。小姐，你真收了？收了。这可是铺子啊，你就拿茶碗压着，不然呢？锁起来啊，藏起来啊，供起来也行啊。段家送来的东西藏不住，今日他能当着整条街送来，明日他若想要回去，也只是一句话的事。那小姐还收？当然要收。为什么？不收是不给段怀川面子，收了是给顾长渊看。我懂了。懂什么？小姐现在就像戏台上的美人，一边接了这个公子的花，一边又让那个公子看见。你倒也没说错。可是小姐，两个都是会吃人的人，所以才要让他们先咬彼此。小姐，镇北侯来了。开门。今日这门怎么尽招煞星？侯爷，侯爷，昨日还是公子，今日变成了侯爷，知道我是谁了？铃铛说的。段怀州送你的，是收了。收了。昨日才说怕段家，今日就敢收段家的铺子。侯爷昨日烧的是银子，今日送来的是地契。我一个卖花的，能聚一次，未必聚不了第二次。所以你又打算拿来给我？侯爷要烧吗？烧，这可是一间铺子啊。那我该怎么办？他未必真这么无辜。当年城门洞下，他也是这样看着我。拿笔墨来。这哪里是照看？这是明摆着告诉整条西市，这铺子段家送得起，但镇北侯府看着。地契你收着，铺子也归你，但从今日起，这条街没人敢动你，包括段家，尤其是段家。侯爷为什么帮我？你当真不记得我？侯爷这话我听不明白。这是什么？12年了，你竟还留着它。你记得我给的话，却忘了欠我苏家300条命。顾长渊，你把红绳当救济，
我只当它是旧账。侯爷，这是你不认得？像是旧物。是旧物，一个故人给的。那侯爷该好好收着。明日的花还留吗？侯爷还要？要。那我给侯爷留新的。小姐，我刚才差点以为他要把咱们铺子也烧了。顾长渊亲自去了花铺，是，还留下字条，镇北侯府暂代照看。暂代照看。侯爷这是明摆着不许段家再碰沈姑娘。他急了。三公子还要继续送吗？送。还送？顾长渊越拦，我越要送。他越急，越说明沈之恩有用。三公子是想用沈姑娘牵制镇北侯？起初是。起初？现在我倒想知道，他到底是真无辜，还是装得太好。明日给他下帖子，请他来段府赏花。若他不来呢？他会来。为什么？因为他收了我的铺子，也收了顾长渊的照看。现在他必须两边都应，这局才不会偏。顾长渊欠苏家300口人命，段怀州欠沈燕氏1条命，一个拿红绳念旧情，一个拿地记下战章。可你们错了，我孤身入京不是来算计笔小账的，我要的是血债血偿，满盘皆收。我要看他们一点一点咬碎彼此。又是段府。三公子听闻沈姑娘爱花，今日午后特请姑娘去牡丹园赏花。小姐，帖子放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三公子说，沈姑娘昨日送来的栀子极好，这支钗算是回礼。送银太俗，送铺太重，这支钗刚好能刺痛另一个人的眼。替我谢过三公子。午后段府恭候沈姑娘。小姐，你不会真要去吧？去。昨日收铺子，今日收钗，明日他是不是要把整个段府送你？他不会送段府，因为他现在还舍不得。小姐，你说这话的时候真的很像要去抄人家的家。今日去段府，你留在外院。又留外院？那我去干什么？当门神吗？去当眼线，看段府外院哪些人走得急，哪些人看你，哪些人不敢看你。小姐，您是让我去盯梢？不是盯梢，是学着长眼睛。这个我会，可为什么呀？你最好会，因为世家段府里的眼影比花还多。三公子，沈姑娘不喜欢我送的钗。三公子送的东西太贵，小女子怕磕了碰了赔不起。赔不起，可以不用赔。那便更不敢戴了。沈姑娘这张嘴倒比栀子花有意思。小女子只会卖花，不会讨人喜欢。是吗？可顾长远好像很喜欢。昨日他亲自去你铺子留下暂代照看8个字，今子已传遍西市。侯爷只是怕段家的东西给我惹麻烦。侯爷，昨日还是公子，今日便是侯爷了。既然知道了身份，自然不能再乱称呼。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段家3房，段怀州。知道牡丹为何养得娇贵吗？不知。因为要折，不开到极盛，折下来便不好看。坐。桂花糕，你若不吃，我可全吃了。沈姑娘喜欢桂花糕，很久没吃了，那便尝尝。三公子连我爱不爱吃这个也查过。我只查到沈家哥哥喜欢买桂花糕。他在试沈燕之这3个字对我有多重，连账房先生的喜好都查，这心思用来订花，可惜了。生气了？没有。那为何不吃？太甜了，甜得发苦。好吃。真的？真的。那就好。三公子今日请我来，不会只是赏花吃糕吧？3日后，听雨楼有一场私宴，段家嫡长子段素会去。沈之仪，你替我去听雨楼送花，顺便听听段素与顾长渊谈边关粮道的事。让我做眼线，是借一双眼睛。三公子，我只是个卖花女。卖花女最好，没人会反对。若我不答应你，那也无妨，只是那间新铺子的地契上刚好压着一桩命案，巡城司的封条随时能贴上你的门。所以三公子送我的不是铺子，是绳子。沈姑娘果然聪明，聪明人该知道绳子握在谁手里。那三公子也该知道，绳子太紧会勒死人。沈之仪，你到底想要什么？想在京城活下去。只活下去？对小女子来说已经很难了。3日后听雨楼，沈姑娘可愿去？既然三公子开了口，小女子不敢不去。是不敢，还是愿意？都一样。之仪告辞。小姐，他又为难你了。你看见什么了？外院
谁看你了？有2小厮总偷苗，医馆室来回转了3趟，还有个青衣丫鬟空着手站了半天。记住那个青衣丫鬟，她有问题。没事做的人最容易有事。那小姐，三公子叫你来做什么？他让我3日后去听雨楼送花，顺便替他听些话。他要你做眼线？那你答应了？答应了。小姐，你怎么什么都答应？因为只有答应了，才知道他们想让我听什么。小姐，要不我跟你进去吧？不用，里面有镇北侯，还有段家那个什么大公子，听着就不像好地方。正因为不是好地方，才不能带你进去。那我在外面做什么？等什么？等我出来。侯爷如今真是清贵了，从前边关喝烈酒，杀胡人眼睛都不眨，如今进京几年，倒学会饮茶赏花了。做什么的？送花。谁让你来的？段三公子。进去吧，手脚清闲。这不是普通私宴，是段家和顾长渊在谈边关粮道。听雨楼如今倒会做生意，连送花的姑娘都挑得比歌女好看。姑娘，抬起头来，让本公子瞧瞧，叫什么？沈之仪。姓沈？是。江南沈家？还真是巧，前阵子江南也有个沈家出了点事。公子说的是哪家？你不知道？小女子来京卖花，不大听这些事。也是，死人家的事，活人未必愿意听。段素，侯爷真是怎么了？谈正事。好，谈正事。边关粮道，段家可以让3分，但侯爷手里的北县军械得由段家过一道账。段大公子，这不合规矩。规矩？如今边关缺粮，朝廷催得急，谁能补上这批粮，谁就是规矩。段家这几年过的账还少。侯爷这话我听不懂，听不懂就回去问你父亲。段家粮道，北县军械，这就是段怀州要我听的东西。他想借我的耳朵听段素和顾长渊怎么分这块肉，可他不知道，我听到的每一个字，最后都会变成扎向段家的刀。侯爷如今说话还是这么不给人留余地。当年苏家那事，侯爷也这般干脆。若不是侯爷当年手稳，苏家那本旧账早就捅到御前了。说起来，侯爷今日的职位也有那场火的一半功劳。你喝多了。是喝多了，人一喝多就容易念旧。沈姑娘，你说是不是？小女子不懂贵人的旧事。那你听不听得懂江南沈家？听说那家也藏了一本账，可惜啊，找了半天没找到。公子，小女子只是卖花的。卖花？我看你不像卖花。手不想要了。侯爷这么紧张做什么？他是来送花的，花送完就该走了。侯爷什么时候也会管一个卖花女走不走了？出去。是。沈姑娘，你若哪日想起沈家那本账藏在哪儿，可以来段府找我。公子说笑了，我不识账。最好是不识，识账的人通常活不长。段素。段素知道沈家，也知道账册。沈燕之的死绝不只是几个死士临时起意。段家敌房在找，段家三房也在找。顾长渊知道苏家旧事，段素知道沈家旧账。他们坐在一张桌上喝酒谈道，像一群干干净净的贵人，可每个人手上都沾着我家的血。小姐，走。这么快？走。小姐，里面是不是出事了？沈姑娘，我家大公子请你走一趟。你们想干什么？小姑娘，滚开！我不。铃铛，段素果然不会那么轻易的放我走。段素这种人，连杀人都懒得等到天亮。沈姑娘，请吧。若我不去呢？那便得罪了。段素的人，何时连我的客人也敢动？回去告诉段素，沈姑娘今晚是我的人。三公子，这我的话不够清楚，属下不敢。撤。沈姑娘受惊了。三公子来得真巧。沈姑娘，夜深了，我送你回去。三公子今日让我来听雨楼，现在又恰好出现在这里，是不是太巧了些？沈姑娘怀疑我？不敢，只是不喜欢欠人情。夜里寒，沈姑娘若病了，这笔人情可就更难还了。小姐，侯爷来的也巧，不巧。
我来接人。接谁？过来。侯爷，沈姑娘又不是你的犯人。段怀州，你想死？侯爷若在这里杀我，明日段家就能让整个京城知道，镇北侯为了一个卖花女，当街杀了段家三公子。你以为我不敢？沈姑娘觉得呢？三公子今日救我，这一记下了。回去。是。侯爷，疼。很好，这盘棋总算不止我一个人在做戏了。多谢侯爷。披着。侯爷的外袍太贵重，小女子受不起。段怀州的披风，你倒是披得出。当时夜深风冷，三公子只是顺手。顺手？段家人的顺手向来要命。侯爷若真觉得段家危险，就更不该让人看见。我披着侯爷的衣裳回铺子。你怕被人议论？我怕被人盯上。我只是个普通姑娘，今日披段三公子的披风，夜里又披侯爷的外袍，明日京城传出去，别人不会说我可怜，只会说我有本事。有本事的人最容易死。明日起，老陆会带人在附近守着。守铺子还是守我？有区别？有，守铺子是侯爷心善，守我便是侯爷把我摆到了明面上。我若忽然不去听雨楼，不去段府，所有人都会知道是侯爷拦了我。段家会更想知道我到底有什么值得侯爷护。侯爷越近，我越危险。你倒是想得清楚。说不想清楚，活不久。可以继续去听雨楼，也可以去见段家的人，但若再有人动你，立刻让人来报我。多谢侯爷。明日的之子还留吗？侯爷还要？要。那我明日给侯爷留新的。小姐，我刚才差点没敢喘气，侯爷刚才的眼神像要把段家那件披风连人一起烧了。顾长渊还分不清他想护的是现在的我，还是12年前的小姑娘。而段怀珠一开始就知道，他要的不是花，是局。小姐，咱们这日子怎么越过越像在刀尖上走？想走吗？不走，我就是腿软，又不是没良心。又来了。沈姑娘，我家夫人请姑娘明日过府一叙。你家夫人是谁？段家大夫人，段树的母亲，段家嫡房真正掌事的人。夫人说，姑娘既收过三公子的银子，又得镇北侯亲送回铺，想必不是寻常女子。明日她想亲眼见见姑娘。小姐，回夫人，沈之仪明日一定到。那奴婢先告退。小姐，那可是段家大夫人，这听着就不像好人啊。能坐稳段家嫡房主母的人，当然不会是好人。那你还去？段怀州是我，顾长于盯我，如今段家嫡房也坐不住了。小姐，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京城终于热闹了，一张网只有2条鱼，太空。现在第3条来了。小姐，今天他们怎么这么好心让我一起进去？因为他要让我知道，进了段府，连我身边的人也在他手里。那我是不是不该来？后悔跟来了？后悔，但我不怕。沈姑娘，夫人等着了。段怀州像水，看着温和底下藏刀；段大夫人则像一座金笼子，越华贵越能吃人。见过夫人。抬起头来。难怪顾长渊和段怀宇都围着他转，这张脸确实容易惹事。可真正麻烦的不是这个，而是一个刚进京的孤女站在段家正堂里，被我这么看着，竟然还能稳住。这种不声不响还能把几个男人都牵进去，得尽早处理。坐。夫人面前，小女子不敢。你不敢，沈姑娘这几日做的事可不像不敢。小女子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不要紧。哇，这里是1000两，够你在江南买几间铺子，养活你那一家老小。夫人这是何意？离开京城，今日走，银子你拿。明日若还让我在京城看见，拿走的就未必是银子了。夫人为什么要赶我走？你是真不懂是装不懂？
一个卖花女，先让镇北侯当街烧了段家的银子，又让怀州送铺子。昨日还在听雨楼里引得2个男人差点当众翻脸。沈姑娘，你年纪不大，本事倒是不小。那是他们自己放肆！夫人若是冲我来的，何必为难一个丫头？你是江南沈家的女儿，是。沈家前阵子出了事，是。听说死了不少人。夫人何必再提亡者？我只是好奇。好奇什么？好奇沈家到底藏了什么东西，值得这么多人惦记。夫人也在找吗？沈姑娘，太聪明的女人通常活不长。我不聪明。你不聪明，你若不聪明，顾长渊不会盯上你，段怀州也不会绕着你打转，连我那个没出息的儿子都在听雨楼里多看了你几眼。夫人误会了，侯爷也好，三公子也罢，都不是小女子能招惹的人。我只想在京城做点买卖，养活自己和家人。那就拿钱走，1000两，够你卖几辈子的花。1000两确实够一个普通人一辈子衣食无忧，不过我不能走。嫌少？不是银子的事。沈家出事后，官府说是山匪，可山匪不抢财物，只翻书房。夫人觉得我若今日拿着这1000两离京，能平安走到江南吗？我若留在京城，至少还有人看得见我。可我若走了，死在半路上，旁人只会说沈家这个孤女命不好。你倒是惜命。夫人若真想让我走，不如复沈家到底因为什么招来这场祸？若只是一本我听都没听过的账，何至于杀那么多人？又何至于今日夫人亲自见我？沈姑娘，有些事不知道才能活。那我现在还能活吗？能，至少今日能。回去告诉顾长妖，段家的事不劳镇北侯插手，也告诉段怀州，少拿敌房的东西哄外面的女人。小女子只是卖花的，传不了这些话。你传得了，因为他们都会来找你。送客。沈之仪，我不管你真无辜还是装无辜，离顾长渊远一点，也离段怀州远一点。这2个人，你一个都攀不起。小女子记住了。小姐，我刚才是不是坏事了？给我看看。不疼。撒谎。好吧，有一点疼。这一巴掌，我记下了。小姐，我们回铺子吗？不。那去哪儿？听雨楼。又去？去找侯爷？不，去把这巴掌变成段家的麻烦。小姐，我们在等谁？等该来的人。谁打的？段大夫人身边的嬷嬷。你去见她了？是她请我去的。她说了什么？三公子猜不到吗？她让你离开京城，还给了1000两，你没收。我若收了，今日就见不到三公子了。那你来这里是想让我替你出气？不是。那是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三公子，段家敌房已经把我当成你的人了。你不是。可他们觉得我是，这对三公子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哼，沈姑娘是在提醒我。我是在自保。你想要什么？不想再有人打我的人。回去后，我会让那嬷嬷闭嘴。闭嘴。沈姑娘不必知道细节。段怀州听懂了，这记耳光，我现在不方便亲自讨，那就借他这把刀替我把仇报了。那就多谢三公子了。谁打的？侯爷来晚了，这次不是段素，你的人，段家大夫人。他见你做什么？让我离开京城。你怎么说？我说我不能走。为什么不能走？我若今日走了，变成了他口中该走的人。可我不欠段家，也不欠京城。今日只是来送花，花送到了，我该回去了。我送你。我让马车送沈姑娘。二位若真想帮我，不如先管好自己府里的人。段家的手伸得太长了，侯爷管得也太宽了。段怀州再有下次，我不介意剁了那只手。侯爷若真有这个本事，不如先剁段素的。毕竟沈家那件事，他知道的比我多。小姐，他们会打起来吗？不会。为什么？现在还不到时候。那什么时候到？等他们都觉得自己才是最该护着我的那个人。小姐，我真没事。手拿开。都肿成这样了，忍着点儿，这账咱们慢慢算。小姐，真不疼，真的，我皮实。疼，小姐轻点儿，刚才不是脸疼，是这药太辣了。
是药辣还是你嘴硬？坐好。哦，疼就说。我又不是小孩。你才17，17也不小了，在我那里就是小。小姐，我今天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没有。可我要是不顶嘴，就不会挨打。你不顶嘴，他也会找别的由头。那一巴掌不是打你，是打给我看的，所以这笔账我会记在他头上。那我们要怎么还？我去！坐着。沈姑娘，我家三公子让我送来这个。什么？药。今日之事已知。字写的倒是轻巧，这局他也算是入了。三公子还说什么？三公子说，段府里那位嬷嬷年纪大了，手脚不干净，已经被送去庄子上了。送去庄子？从今往后不会再回段府。替我谢过三公子。段大夫人知道吗？现在应该知道了。小的告辞。小姐，那个嬷嬷真的被送走了？段三公子这么快？他不是为了你，他是借这件事打段大夫人的脸。那我这巴掌还挺有用，可我还是觉得有点亏。所以还没完。小姐，谁来了？镇北侯。老陆大人。沈姑娘，侯爷让我送药来。又是药。替我谢过侯爷。侯爷还说，明日段素不会再去听雨楼。为何？今日下午，兵部临时查边关粮道，段素被留在衙门问话。顾长渊动手了。段大夫人打的是铃铛，段怀州动的是打人的嬷嬷，一个送走嬷嬷，一个扣住段素。这一巴掌倒是没有白挨。侯爷费心了。侯爷还说，沈姑娘明日不必去听雨楼。不必？是。侯爷不让我去。侯爷是担心姑娘再遇麻烦。劳烦大人回禀侯爷，我明日还是会去。沈姑娘，明日若避而不出，便是向京城示弱，大夫人会觉得我软弱可欺，段三公子会断定我不战而退，侯爷更会因我平白遭人非议。我不想那样。我忽然明白侯爷为什么会被他牵动了。我会转告侯爷。小的先告辞。小姐，我怎么觉得这不像药？那像什么？像两个人在比谁更会哄你。那就让他们比。这个抹脸。那这个呢？这个留着。为什么？侯府的药太好，明日就消肿了。消肿不好吗？太快消了，别人怎么知道你挨过打？小姐，我忽然觉得我这张脸担子好重。今晚早些睡，明日还要出去让人看。那小丫头脸怎么了？听说昨日去了段府，难不成挨了打？嘘，别乱说，那可是段家。小姐，他们都在说。让他们说，今日的听雨楼已不只是听戏喝茶的地方。药没用。用了。为何还肿？伤在脸上，总要慢慢好。你今日是故意带他来的。他挨了打，总不能白挨。药用了吗？用了。第一次有两个男的这么关心我。那便好。段三公子管得倒宽。我的药总要问一句，你的药昨夜送来的。段三公子送药倒快，毕竟人是在段府受的伤。既然知道是在段府，为何还让他受伤？侯爷这话倒像是在问罪。我若问罪，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好可怕！二位，今日的花刚穿好。怎么，二位今日都不是来买花的吗？沈姑娘的生意倒做得公平。开门做生意，自然来者都是客。那沈姑娘可要记清楚，谁才是常客。常来不代表买得起。侯爷觉得我买不起。二位若要谈价，可以去柜台，我这里还有别的客人。沈姑娘，有事。夫人听闻姑娘身边的小丫头昨日受了惊，特意命奴婢送来药膏。这是段家大夫人院里的印。昨日听说那小丫头就是在大夫人那里挨的打，今日又送药来，这算赔罪？少说两句，段家的人还在呢。昨日打人，今日送药，这不是赔罪，是段家敌防在告诉所有人，他们也盯上我了。替我谢过夫人。小姐，小姑娘嘴快，长嘴是教规矩。沈姑娘聪明，应当懂规矩。可恶！写的什么？我看看。
回去告诉夫人，要我收下了，规矩也记下了。夫人，要花吗？敌房的规矩果然越来越难看。段怀州，你若管不了段家，我替你管。侯爷想怎么管？跟我走。沈姑娘留下。今日花卖完了，我要回铺子。我送你。我也送。二位若都送，明日京城就该传我沈之意一夜之间攀上了镇北侯和段家三公子。到时候段大夫人的规矩怕是又要交到我脸上，所以不劳二位，铃铛走。段大夫人，你这药送得很好，顾长优看见了，段怀州的人都看见了，这一巴掌已经不只是我的事，是段家敌房在同时打他们2个人的脸，接下来就看他们谁先忍不住。小姐，我们真的就这么走了？那他们会不会追出来？不会，因为现在他们要先互相看一眼。这张网终于收紧了第一圈。多干净的一朵花啊！可越干净，越衬得段家这次的手段实在太难看了。段家的规矩真是越来越大了。侯爷若是心疼，可以直接去段府问罪。你以为我不敢？侯爷当然敢，苏府300口都敢烧，段府1扇门算什么？侯爷，不过劝侯爷现在别动段府。理由？他刚收了段府的药，侯爷此时若动段家，明日满京城都会传镇北侯为一个卖花瓷与段家翻了脸，到时候沈之喜只会活得更难。我可以不在乎，但是第一不行，他现在只放弃个卖花女，一旦被卷入局，段家多的是法子置他于死地。一个从来只会拔刀的人，竟为了一个女人隐忍。沈之一，你到底是误入死局的猎物，还是故意抛出的诱饵？侯爷若没别的事，我先回府了。管好段家的人。侯爷说的是段家敌房，还是我？三公子，要拿走吗？不拿，就放在这里。为什么？让所有人都记得敌房今日给他送过什么。夫人，药送到了。他收了。收了。说了什么？他让奴婢回禀夫人，说要收下了，规矩也记下了。规矩也记下了。哼，倒是个会说话的。夫人，要不要再敲打敲打？一个卖花女仗着侯爷和三公子护着，就敢在外头做戏。敲打？怎么敲打？昨日一巴掌，今日整个听雨楼都知道了。这个沈之仪比我想的聪明。夫人是说她故意把事情闹大？会哭闹的女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挨了打却能把委屈摆在明面上，想要借刀杀人，此女不除，段家必乱。去告诉段柱，这几日不许再碰沈之仪。夫人不是要除掉他？现在除，你是嫌他身边盯着的人还不够多？先查清楚他手里到底有没有那本账，若没有，就赶出京城；若有，就让他彻底消失。小姐，我今天是不是被很多人看见了？那他们会不会说我丑？你只在意这个？也不是，我还在意他们会不会说我嘴贱。可我那天也没说错啊，他们就是欺负人。你没说错，但说对话不代表不会挨打。那以后别人欺负小姐，我也不能说。能，但说之前先站到我够得到的地方。为什么？方便我护你。哦，那下次我站近点。京城的风向是从听雨楼开始变的。那江南卖花女命硬，幼年克亲，后来沈家便出了祸。如今她一进京，镇北侯府被搅得不安生，段家也被拖下了水。诸位想想，一个孤女没权没势，偏偏能让2家贵人都围着她转，这真是卖花还是借花？小姐，他们胡说。越是胡说，越不能急。那就任他们这么说。不急，说书人靠嘴吃饭，可嘴里吃的是茶客的赏钱，还是别人的脏银子，总会露出来。听说沈家就是被他克没的，怪不得镇北侯和段家都被搅进去了。进京哪是卖花，分明是想借花勾人，攀附权贵替他翻身。江南沈家因他而亡，此女流经毕生祸端，若她不走，迟早牵连贵人。
小姐，这是谁写的？沈姑娘，侯爷让属下送来。逼他离京，不许迁出沈家旧事。小姐，他们为什么非要赶你走？因为他们怕我留下，我留下就会有人继续查沈家，沈家的事一查，段家的账也藏不住。那怎么办？他们会说书，我们也会。那姑娘家破人亡，没攀附权贵，只想在京城卖花谋生。诸位，一个家破人亡的姑娘，她有什么罪？前几日诬她清白的先生收了谁的银子？诸位不想知道吗？拿钱编人家姑娘，一个卖花女能碍着谁？怕不是有人不想让她留在京城。沈姑娘，前几日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买花吗？买。大夫人，外头风向变了，都说沈之仪是遭人编排，怕她留在京城。怕她留在京城？是。这话传下去，迟早会有人问是谁怕留在京城。沈之仪不能再这样留着，茶楼的嘴堵不住了，只能让她自己闭嘴。去，把人请来。夫人，她若不肯呢？拿沈燕之的遗物去。她不是在乎那个死人吗？那就让她为了死人自己走进来。是。记住，这次不要闹到明面上。若她不肯，一个卖花女的手总比她的嘴更容易按住。小姐，又有人送信。想知道沈燕之死前攥着的衣角从何而来？申时城南旧茶仓。小姐，这肯定是陷阱。莫记还新，这是备好的死局，等我入套。那你还去？去。小姐，你明知道是陷阱还去，他们分明是拿公子逼你。连死人都搬出来，就说明他们急了。这些人里至少有3双眼睛在盯着花铺，侯府的人、段怀偷的人，还有段家敌房的人。段大夫人想看我会不会乱，她想知道沈燕之这3个字能不能把我调出去。既然她想看，那我就让她看。这一次谁是猎物还不一定。申时一刻，若我没回来，你拿这个去听雨楼找老陆。那青色的呢？若听雨楼没有老陆，就去段府找段三公子。还找他？他也在看这场戏，不能让他白看。小姐，我跟你去。你跟去，他们就多一个能拿来威胁我的人。你留在这里比跟着我有用。小姐，你每次说这种话都像要去送死。我没那么大方。段兄长死前掌心里攥着的就是这样的布料。沈姑娘果然来了。嬷嬷是哪位？老奴姓秦，伺候段大夫人20年了。沈姑娘认得这个吗？原来是夫人的人，不认得。我为何要认得？真不认得。沈姑娘不认得衣角，总该认得你哥哥的名字吧？沈燕之。沈燕之生前私藏假账，意图勒索段家。沈家灭门并非段家所为，乃是沈燕之贪心不足，招来江湖仇杀。这已经不是问账，这是要把他死后的清白也踩进泥痕里。沈姑娘今日只要按个手印，证明沈家从未藏过什么真账，夫人便放你一条生路。上面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往沈燕之尸骨上泼脏水。怎么，沈姑娘不愿意？我哥哥是账房先生，不是勒索犯。你看，这不是认的吗？这根本不是让我签供状，是逼我录破绽。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哼，沈家那本账在哪里？什么账？到这一步还装？我只知道我哥哥死了，嫂子死了，养父瘫了，养母疯了。那到底是什么账，值得你们杀这么多人？按住他！你们敢进了这间茶仓，沈姑娘就该明白，有些事由不得你。沈姑娘，看清楚了，这上面写的是给你沈家留的最后一条路。你哥哥已经死了，死人背点污名，总好过活人继续遭罪。你养父瘫了，养母疯了，沈家还剩几个孩子？沈姑娘，你总不想他们也跟着你哥哥一起落个不得好死的下场吧？你敢动他们？老奴不敢，可段家想让几个人闭嘴，从来不必亲自动手。沈姑娘，别硬撑了，你今日落下这个手印，沈家剩下的人还能安稳活着。若是不落，一个摊子，一个丰富，几个孩子，能出什么意外可太容易了。我哥哥已经被你们害死了，你们还想让他替你们背罪，
这张纸我死也不会认，那就别怪老奴手重。沈姑娘既然不肯好好按，那老奴只好帮你按。我哪怕手腕被生生折断，也绝不碰那印泥。沈姑娘，早些听话也不至于见血。不能按，这张供词一旦沾了我的血印，兄长就真成了段家口中的勒索犯。沈燕之不能背这种脏名，哪怕是假的也不行。给我拿下！侯爷，谁碰的他？侯爷饶命！奴婢只是奉命。刚才看见他受伤，却没人拦。既然眼睛看不见是非，以后也别在京城当差了。侯爷饶命！拖出去，废了！侯爷！侯爷，老奴是段大夫人的人。掌嘴！这一巴掌是替他的血，下一笔账等你进了侯府暗牢再慢慢算。侯爷，老奴是段府的人，你不能……你私设刑讯逼两女画押，伪造供状，现在不是段府家奴是人犯。侯爷，人是段府的，就这么带走不合适吧？三公子，老奴是奉大夫人之命，老奴是段府的人啊！段三公子来得倒巧，人伤了，血也流了，你才想起来露面。秦嬷嬷，这伤是谁弄的？老奴只是奉夫人之命，请沈姑娘问几句话。问话？私设刑讯逼两女画阴，伪造供状还伤了人。秦嬷嬷现在不是段府家奴，是侯府要审的人犯。段三公子要带她走，是想替段家遮丑。侯爷既然要审，那便审。三公子，摘了。是。从今日起，秦嬷嬷不再掌大夫人院中的内事，她儿子从账房名册上划掉，她侄儿男货魄也不用留了。凡借他名后在段府领阅人，今日之内全出去。三公子，那可是老奴一家子的生路啊！你按沈姑娘手印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别人也要生路？三公子，老奴错了，您不能断了我们一家子的路啊！段三公子倒是摘得干净，侯爷给他定了罪，我只是不想让这种人继续脏段府的门。脏的是他还是段府？别动。侯爷，别碰，都是血。值得吗？能让他们露出手就值得。我带他走。侯爷倒是顺手，你想拦？沈姑娘是我段府请来的客人，她在段府的人手里受了伤，这条路理应由我送她回去。由你送，再让段家的人把她送进下一间旧茶仓。侯爷说的像是自己护得住她，可她今日会站在这里，不正是因为你的人也没挡住吗？二位，我想回花铺。我送你。我送沈姑娘。不必送。二位若真要替我做什么，就查清楚这张纸是谁写的，也查清楚谁要我哥哥死后还背上勒索犯的污名。我哥哥已经死了，沈家也已经死了很多人，我不想连他的清白都被人踩碎。小姐，流血了，我来晚了。哭什么？没有，你来得更好。小姐，疼吗？疼，但疼得直。哪里直？哥哥被污蔑的证据他们也看见了，从今日起这就不只是我和段家的仇，这一刀划在我手上，可流血的会是整个段家。走，回花铺。小姐，手给我看看。那群老东西真不是人。我没说错。轻点。好，我轻点。听说沈姑娘从旧茶仓出来时手上全是血，侯府的人都在，段家这次怕是惹大事了。怎么还敢在外头嚼舌根？本来就是要让他们说，这道伤疼是真的，可疼的有用也是真的。奉镇北侯令，旧茶仓私设刑讯逼人画押，伪造供状。昨日动手伤人的2个婆子杖毙，4名段府护卫除籍，发往北监苦役。旧茶仓管事、账房、看守
同罪。老陆大人，小的只是看门的，小的什么都没做啊。他被按住的时候，你也是什么都没做。昨日沈小姐流的那点血不会白流。顾长渊疯了，大公子，侯府已经把人全带走了。去查查那个沈之意身边还有什么人，他不好动，他身边的人总不会个个都有人护着。旧茶仓被封了，婆子被杖毙了，护院全发配北境了。小姐，他们真的都被处理了？那小姐开心吗？他们只是还了昨日那道伤，可我哥的命还没还。那张供词是谁写的？快知道了，顾长渊会查，段怀州也会查。一个想知道段家到底藏了什么，一个想知道敌防到底越过他做了多少事。而我要等的就是他们把刀伸进段家最深的地方，因为他们现在都比我急。你来做什么？我来看看母亲还打算忍到什么时候。秦嬷嬷的事已经闹得够大了，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动沈之意。现在不动，等他把账册送到顾长轩手里。他未必知道账册在哪里，那就逼他知道。他身边不是有个小丫头吗？叫铃铛。段素，你疯了！沈之仪现在有人护，可一个小丫头值几个钱？你刚吃了秦嬷的亏，还敢再绑人？秦嬷嬷蠢，她逼沈之仪按供状，还让顾长轩撞个正着。我不会那么蠢。段素，你别再节外生枝。既然已经节外生枝了，那就干脆砍掉。沈之仪不好动，她身边那个丫头只要出了花铺就带走。是。段素，母亲，你怕段怀州，怕顾长威，可我不怕。沈之仪既然敢拿沈家的旧事来京城翻浪，就该知道浪翻得太高，会淹死人。小姐，你烧起来了。没事。你每次都说没事，我想听你说疼，说难受，说你需要我。好，我疼，也难受，需要你。那你睡，我守着。药快不够了，小姐等不起。我会小心。不要走小巷，不要贴墙根，不要突然回头。要是真有人跟着，就看铜盆，看水缸，不能回头。小姐说了，一回头就露馅，往人多的地方走。小姑娘，这么早就来抓药？家里有人受伤了，流了血，还发热。那得赶紧回去。家里丫头发了癔症，惊着各位了。我去买药，我会小心。我可以用自己做饵，可以让自己的手流血，也可以在顾长莲和段怀州面前装柔弱。可铃铛不行。她不是妻子，她是我在京城捡到的唯一一个会在我发热时偷偷出门给我买药的小丫头。现在不是慌的时候。沈姑娘，这是你家小丫头的吧？在哪找到的？布摊下面。她今早买完药，刚出门就被2个人拖上马车了。往哪边走的？南边。段素在南郊有处旧别院，昨日旧茶仓刚被封，今天铃铛带交，除了他，不会有别人。沈姑娘，你一个人小心。我会的。醒了。给沈之一买的药，他伤得很重。关你屁事！放肆，敢对公子无礼！脾气不小，你家小姐会装，你倒是耿直。你抓我没用，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没问你就说不知道，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坏了，我说快了。告诉我，沈之一手里的账藏在哪里？我不知道什么账，我只知道你们段家不是东西。嘴倒是硬，比你们段家的骨头硬。一个小丫头也敢骂我。你抓我也没用，小姐不会拿账换我。不会，那我就看看她舍不舍得。大公子，外头已经有人在查了。谁？
侯府的人，还有三房的人，这丫头不能久留。昨日旧茶仓才出事，今若再让侯爷抓住把柄，当年苏家那场火都压下去了，一个小丫头还压不住。大公子慎言。顾长渊现在装什么神情？当年段家递上去的证据有问题，他又不是看不出来。他心里清楚苏家案有疑，可军功摆在眼前，禁军调令也在手里，他还是签了脚令。苏家300口是他亲口下的令。我终于明白了，小姐一次次去见顾长渊，不是信他，收段怀州递来的东西也不是贪他的好，他只是太清楚，单凭自己撕不开这张旧网，所以他站在仇人中间，把顾长渊当刀，把段怀州当线，因为他们都不是干净的人。小姐不是被他们护着，她是在借他们的手，把当年那场火一点一点烧回去。你听见了？我头晕。大公子，他听见了。听见不该听的，可活不长。那你杀呀！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只要活着出去，就一定告诉我家小姐。好，那就看看你家小姐舍不舍得你这条命。送信去花铺，把她买的药也一并送过去。她不是出来给沈之一使药的吗？不许送！药回去了，人没回去。现在知道怕了。你送什么都没用，小姐不会被你骗。这是铃铛给我买的药，药回来了，人却没回来。想要他活，拿账来南郊救别院，一个人来。现在还不能去，乱了分寸就救不了他的命。既然他们想看我入局，那我就亲自把这局撕开。我要段苏今晚跪着见我。一封送侯府老路，一封送听雨楼，交给段三公子的人。最快送的。沈姑娘倒是真敢来。我要见铃铛。账带来了。人呢？哼，你现在有资格跟我谈条件。拿来。先让我看见铃铛。沈之仪，你敢扔？段大公子敢绑人，我为什么不敢毁账？带人出来。小姐，你别过来，他们骗你的，你快走！放人。账给我。住手！放人。哼，你以为几页破纸就能威胁我？给我抢！拦住！全部拿下！段肃，你用段家的地方绑人，还想从段家的后院逃？你算计我！是你先动了我的人。都别过来！放开他！你们不是都想护他吗？那就试试。铃铛。贱丫头！小姐，没事了。我以为我回不去了。不会，我说过跟着我能吃饱。那也不能被绑啊！以后不让你被绑了。顾长渊，你敢动我？我不只敢动你，我是段家嫡房长子，那又如何？段怀州，你也跟着外人咬段家？你把段家的脸丢到南郊别院来了，我只是来看看还能不能捡回去。段怀州，你少在这里装干净！旧茶仓的事，你借顾长渊的手咬嫡房，今日又借沈之言的手逼我低头。你嘴上说是为了段家的脸，其实巴不得我越丢人越好。你就是想借他把我拖下来，好让你自己上位。你若不把脸送到别人脚下，我也捡不到。你坐在段家最好的位置上，就尽做最重要的事。闭嘴！押回侯府。侯爷，这人姓段，所以呢？所以段家的脸不能让他这么带走，他今日欠下的债也要先在这里还一笔。跪下！你说什么？沈之仪，你算什么东西？别动，再动就不只是跪了。给他道歉。你做梦！大刀夫救我！主子不道歉，下人替。小姑娘饶命，小的错了，小的不该动手。不是跟我道歉，跟我家小姐道歉。你们欺负我，是因为觉得我是小姐身边的小丫头。主仆情深。你闭嘴！
够了，小姐，不够，你也道歉。段素，你别把最后一点体面也折在这里。是我错了。带走。你凭什么带我？凭你私求良民，绑人勒索。顾长渊，你真以为你干净？你想说什么？段素，你若想现在多活一会儿，最好闭嘴。你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变成你明日的罪证。带走。他伤得不轻。我知道。他怕我。沈姑娘，马车的在外面，先带她回花铺。侯府有大夫，他现在未必想去侯府。我回花铺，多谢侯爷。我让大夫过去。疼吗？疼。这次怎么不嘴硬了？因为小姐说过，疼就要说。小姐，怎么了？我听见了。听见什么？段素说，当年苏家那场火，顾长渊知道有意。他说段家递过去的证据有问题，顾长林不是没看出来，可是军功在眼前，禁军调令也在他手里，他还是签了脚令。小姐，他不是被骗的，他知道。我知道了，你做得很好。可是小姐，我是不是说晚了？没有，你活着回来比什么都重要。顾长渊，原来你不是被蒙在鼓里，你看见了一点，也看见了那条能让你往上爬的路，所以你选了路，也选了我苏家300口人的命。原本以为我已经足够恨顾长渊，现在才知道还不够。小姐，我被抓了，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怎么会呢？可是你受着伤还要去救我。你是为了给我买药才被抓的，我当然要去接你。小姐，以后记住，再害怕也要活着回来。那我以后还可以跟着小姐吗？你还想跟，可跟着我会危险。我知道，但我不跟着你更不安心。那就留下。别打我，小姐。我在，睡吧。沈姑娘，侯爷想见你。铃铛还伤着，我今日没空。姑娘，昨日段色说的那些话，老陆大人也听见了。听见了一些。那侯爷想问我什么？问我信不信，还是问我为什么不想见他？告诉侯爷，铃铛行稳之前，我谁也不见。顾长渊，我可以继续对你笑，可以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可我现在连看你一眼都觉得脏。不是因为你杀人，是因为你明明看见疑点，却还是选了那条路。小姐，我在。他们都说你厉害，可我现在觉得厉害也不是什么好事。他们一个个靠近你，没有一个是真的干净。所以你以后离他们远点儿。那不行，我要离小姐近点儿。嘴这么硬，看来是真没事了。脸还是疼。疼就说。疼。现在知道喊疼了。小姐教得好。听说了吗？段家大公子昨晚被侯府扣了一夜，段府里昨夜砸了一整套茶盏，我亲眼看见段家的马车进进出出，乱得很。就是这位沈姑娘，看着柔柔弱弱的，怎么能惊动镇北侯和段三公子？少说两句，昨日南郊那事，段家到现在都没敢吭声呢。小姐，他们又在乱说。让他们说。可他们说的难听。嘴长在他们身上，我们管不住。那也不能乱说。养伤。铃铛如何？还活着。沈姑娘现在说话倒是越来越不留情面了。昨日被绑的人不是三公子身边的亲近，是我的疏忽，段素不会善罢甘休。我知道，我可以替你安排地方。三公子安排的地方就一定干净吗？至少比这里安全。他今晚离不开这里，我也不离开他。你对这个小丫头倒是真心。他拿命跟着我，
我不能只拿他当下人。段昭名下还有3处私宅，我已经让清静盯着。今夜若有变动，我会知道。为什么帮我？沈姑娘这个问题问得很没意思。那三公子说个有意思的。我不想你死，至少现在不想。三公子真诚的时候，比说漂亮话更可怕。那沈姑娘信吗？不信。我不信，你也不信顾长妖。可我信你们都不想让我现在死。沈之仪，你若有一日不想这么撑着，可以来找我。我走了，今夜把后门拴紧。铃铛如何？醒了。你呢？侯爷问的是伤还是别的？伤还没好，别的也没好。昨天段素说的话不全是真的。哪句不真？他说你知道苏家案有疑，这句假。不是。他说你看出来段家递上去的证据有问题，这句假。不是。还是说你签了脚令，这句假？不是。那哪句不真？他说我是为了军功。那侯爷是为了什么？我那时以为若不立刻动手，牵连会更大。证据有一旦所有线都指向苏家，兵部崔厉，禁军待命，段家施压，所以你选了最稳的那条路，稳到苏家300口，一个都没逃掉。侯爷，铃铛还在养伤，我不留客。还是说，侯爷也想像段素一样逼我交出账标？之意。侯爷慎言，我姓沈。我明日再来。不必。铃铛，小姐，着火了，走。小姐，前门也着了。你先走。不行，出去叫人。那小姐呢？我拿东西。什么东西比命重要？能让很多人偿命的东西。出去。哎呀，我家小姐还在里面，我家小姐还里面。小姐，小姐，你出来啊！沈之仪。走，走！小姐，先放开。苏之仪，侯爷，这一次看清了。12年前那个苏家，不是说苏府早就没人了吗？都推开，走。小姐，苏之仪是谁？侯爷，这一次看清了吗？先离开这里。去哪儿？侯府。侯府？侯爷是要护我，还是要关我？我不会关你。当年苏府的门，也是你让人关的。沈姑娘，伤着没有？没死。段三公子来得倒快。若我来得真快，这把火就烧不起来。火从后院起，前门也被点了，不是想烧铺子，是想烧死人。谁干的？我会查。查？侯爷这些年不是一直很会查吗？12年前你查到什么？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那哪里是侯府？还是当年你下令为苏府的禁军营？之意。别这么叫我，你不配。
那夜你满脸是灰，抱着玉佩，我只觉得眼熟，却没认出来。没认出来。后来，我想起来了。后来是多久？这苏家烧成灰之后，还是终于发现你亲手烧死的是当年城门下给过你一条活路的恩人。我没有忘。这12年片刻未曾离身，我没忘，可我也知道现在拿他出来有多可笑。留着做什么？提醒你，苏家死得更讽刺。我救过你，所以你后来放了我，是不是？月夜，我没有认出你，是因为你是个孩子。那时我以为一个孩子不该死在火里。所以你不是认出了我，你只是觉得放过一个孩子和无关紧要。很好，至少这一次你没拿救恩骗我。你既不是为了军功，那是为了什么？当时铁证全压在苏家，等查出破绽，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查，来得及杀。你是怕牵连朝局，怕段家反咬，更怕你一个新任校尉担不起这一桩案子，所以你选了最不会出错的路，灭苏家，结案，保你自己。你看，顾长渊，我半点都没冤枉你。我这些年一直在查。查什么？查自己当年错的有多离谱。之前只知道顾长渊与苏案有关，没想到竟是救命恩，灭门仇。难怪他看起来不只是恨，亲手救活的人，灭了自家满门。这把刀扎在心口，拔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小姐，我们在京城唯一能落脚的地方没了。小姐，我们去哪儿？我亲手种的栀子，铃铛每天仔细擦拭的旧柜台，回京后唯一的家，现在又成了灰。我有地方可以安置你们。他现在不能再留在西市，他更不能去段家。我没说段家，只要是你安排的地方，就还是段家的地方。难道侯府就干净吗？两位不用争，我哪里都不想去。小姐，你不能留在这里。眼下没了铺子，总得先谋条生路，也不能让铃铛跟着我受苦。去侯府，不是关你，也不是逼你。铃铛眼下情况很糟，你们必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今晚至少先活下来。侯爷说的倒像正人君子，至少比让他去你安排的地方强。你以为他去侯府就会信你？我不求他信，我只要他活。从旧茶仓到南郊别院，再到这一场火，我一路撑到现在，连恨都像烧成了灰。可我不能倒，铃铛伤着，账册在怀里，苏家和沈家的债还没讨回来。好，但我有3个条件。你说。第一，铃铛跟我一起；第二，我住客院，不进内院；第三，侯府任何人不许碰木箱。好，沈之仪，你想清楚，侯府不是避难所，它也可能是另一座牢笼。我知道。知道还去？只要能活下去，就有路可走。沈之仪，你真是……小姐，花圃没了。没了就没了。那我们的栀子呢？只要人还活着，总能再种。公子，就这么让沈姑娘进侯府？不是我让，也不是顾长渊抢，是他自己选的。那公子不拦？拦不住的。既然他已经做了选择，那他自有打算。顾长渊以为带他回去是护住了他，殊不知他是主动踏进牢笼的。公子担心他。查，今晚这把火，我要知道是谁点的。是。入侯府，并非原谅，而是这局势终于走到了最险的一步。住客院，你要的3个条件，我都记得。侯爷，按府中规矩，外来物品入府要先查验。他不是犯人。老奴失言。再有下次，你就不用在侯府当差了。侯爷不查。你说了，不许碰。侯爷现在倒是守规矩。
侯爷在外面等吧。好。小姐，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我就是一看见他就想起段素说的话。那就先不看。那小姐呢？喝药。好难喝。难喝也得喝。以前小姐自己喝药的时候也没这么听话。侯爷还没走。他还好吗？没死。明日我会再让大夫过来，你今晚好好休息。侯爷派了多少人守着清无院？明面上8个，暗处4个。这是保护还是看守？都有。我不想骗你。那就请侯爷记住，我们之间只有算计，用不着坦诚。我记住了。侯府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绝不能掉以轻心。这盒子里装着苏家和沈家翻案的证据，谁都不能碰。这是苏案旧卷。侯爷给我看这个做什么？当年递上来的密信是3月初7入京，可禁军调令是3月初6签下。这些外地州县交上来的认罪书，用的却是京城刑部特供的官职，摆明这是一场上下串通好的死局。这些破绽我当年看见了，可我没有提。所以侯爷想告诉我，你后来很后悔。我想告诉你，苏案不是铁案。我当然知道不是铁案，死的是我家，我比谁都知道。父亲、母亲，300条人命，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上位的障碍。为了往上爬，就能这样草菅人命？侯爷既然留了这些东西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翻案？缺最关键的证据。缺证据，还是缺一个让侯爷舍得押上前程的人？这个问题，你欠了12年。沈之仪，别这么叫我。书房后面有暗格，苏案相关的东西都在那里，你可以看。也不会派人盯着我。暗处的人会撤。要是给出去，就别后悔。我不后悔。顾长渊给你的。他这么好心。好心未必，后悔倒是真的。小姐，你会心软吗？人心不是石头，可死去的人也不是一句后悔就能活回来。我家公子说沈姑娘进了侯府，有些话不方便当面说，这东西交给沈姑娘。哼，段怀州倒是消息灵通。给我。火油出自段家西仓，牵领人不是段素。不是段素，那这把火就不是段素一个人能做成的。我家公子还说侯府墙高，可火未必只从墙外烧。替我谢过3公子。这件事我会查。侯爷，怀州送来的东西我会查，侯爷给我的钥匙我也会用，但我查的不是为了信谁，是为了把当年欠债的人一个一个找出来。所以侯爷不必担心我被谁牵着走，我只认账，也只讨债。沈姑娘，出事了。说。宫门口有御史贵奏，刑部也贴了告示，要侯府交人。谁递的折子？段家敌房的人。昨夜的火没烧死我，他们急了。镇北侯私藏苏氏余孽，苏氏遗孤沈之仪应交刑部问审。沈姑娘，苏家旧案未平，你身份特殊，住在侯府，怕是不合规矩。规矩？段家现在倒是会讲规矩了。旧茶仓逼我画押的时候，规矩在哪里？南郊别院绑铃铛的时候，规矩在哪里？昨夜烧我花铺的时候，规矩就在哪里？现在我没死，段家开始讲规矩了。段家只是奉劝侯爷，莫要因一时私情坏了朝廷法律。私情？回去告诉段大夫人，沈之仪暂住侯府不是私情，谁要审他，先来审我。侯爷这话传出去可不好听。我知道。那还说？因为暂住护不住你了，段家会继续上折子，刑部也会来人。只要你在侯府没有名分，他们就能用规矩把你带走。沈之仪，我需要换一种名分护你。什么名分？侯夫人。侯爷要娶我？是。为了护我？是。为了挡段家和刑部？是。侯爷说的像是给我一条活路，可段家逼我，刑部逼我，御史逼我，
现在连侯爷也在逼我，你只是把他们的刀换成了你的手。我想救你，也不想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我知道这不干净，可我不想再骗你。我要想一想。好，在我答应之前，别让任何人叫我侯夫人，我嫌恶心。小姐，前厅出什么事了？顾长渊说要娶我。娶你？不行，他是顾长渊。我知道。那小姐不能嫁他。那我去哪儿？花铺没了，段家要我，刑部要审我，御史的折子已经带进宫里。若我只是暂住侯府，顾长渊今日能挡一次，明日还能挡几次？客人可以被请走，犯人可以被押走，可侯夫人没那么容易被带走。可是小姐会结难受。会，但人有时候走一条路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别的路都塌了。三公子有东西给沈姑娘，拿来。奉令为苏府，入夜封门，不许一人出。签令人顾长渊。三公子还带了一句话，说。三公子说，嫁给仇人之前，总该看看他的字。替我谢他，这东西我收下了。小姐，段三公子是故意的。当然，他不想你嫁。他不想我走进侯府。那小姐听了吗？这张军令来得正好。哪里正好？他提醒我，顾长渊欠我的不是一句后悔，是一整座苏府。侯爷认得吗？封门不许一人出，这几个字是侯爷亲笔批的。是。所以我问侯爷，你要娶我还是赎罪？都有。那我再问一次，侯爷，你真敢娶我吗？我是苏家遗孤，身上有旧案，有段家想灭口的秘密，还有你亲手签下的脚令。娶我就等于把苏案重新摆到天下人面前，娶我就等于告诉段家你要保一个最不该保的人，娶我也等于让所有人都知道镇北侯把当年自己没杀干净的人娶进了门。所以侯爷，你敢吗？敢。若你愿意，我明日就进宫请旨，不是纳，不是藏，是明媒正娶，以镇北侯正妻之礼。我不会原谅你。我知道。我也不会忘记苏家的祸。嫁给你之后，我也不会变成你的女人。我知道。那你还娶？娶。好。小姐，我嫁，但我有条件：第一，铃铛留在我身边；第二，我不住你的主院；第三，婚礼从简；第四，苏家牌位前不许拜，你没资格站在他们面前。好。第五，从明日开始，段家和刑部由你挡。第六，这张军令我留着。好。那就这样。报！镇北侯进宫请旨，要娶苏氏遗孤沈之一为正妻，不是纳妾，不是藏人，是明媒正娶。顾长渊疯了！段家刚上折子逼侯府交人，顾长渊转头就要娶沈之一，这是当着满朝的面打段家的脸，也是把苏案重新摆到所有人眼前。他答应了。公子，沈姑娘未必是真心。我知道，可知道是一回事，看着他走进顾长渊的侯府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明知道那是笼子，还自己走进去，只能说明笼子里有他要的东西。公子还要帮沈姑娘盯紧侯府，也盯紧敌方。镇北侯竟真要娶苏家遗孤，这京城怕是要变天了。是啊，要变天了。圣意已决。镇北侯顾长廉请旨迎娶沈之一，不是纳妾，不是藏人，而是要把他写进侯府族谱，写进顾家的门楣。小姐，你真的要嫁？圣旨都下了。圣旨也可以抗啊，话本里都这么写。话本里抗旨的人通常活不到下一页。夫人，该盖盖头了。我不盖。哪有新娘子不盖盖头的？侯爷若觉得不合规矩，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按他说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顾长渊，这堂拜下去，你我之间就不只是仇了，还会多一层更深的牵扯。可我要的就是这层牵扯，越多人看见，越多人记住，
将来你摔下去的时候才会更痛。太后娘娘说，侯府多年无嗣，夫人身子弱，还是要早些调养。替我谢太后娘娘。小姐，太后这是催你，催我生孩子。我会回禀太后，你身体未愈，不宜催逼。侯爷不怕？我不想用孩子困你，我娶你已经用了名分逼你一次，这种事我不会再逼第二次。侯爷现在这么守礼，倒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骂你。那就先欠着。顾长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你晚一点下令，哪怕只晚1个时辰，苏家会不会有人活下来？你看，这就是你和我的问题。你现在做得越好，我越会想起你当年为什么不能做得好一点。我知道。你走吧，太后送来的药膳我会喝，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让我这副身子撑到该撑的时候。好，成婚后1个月。大夫，我家小姐怎么了？夫人这脉象日子尚浅，老夫不敢断得太死，但看着像是喜脉。喜脉？需过几日再细诊，但夫人近日不可劳神，不可动怒，更不可受惊。大夫怎么说？说像是喜脉。大夫说的可是真的？日子浅，未必准。那就等几日再诊。侯爷希望是真的。我不该希望，可我还是希望。顾长渊，你真贪心！你明知道我恨你，却还是想护我。你如今肯翻苏家的案，不是因为苏家冤，是因为我还活着。现在你又想要一个孩子，侯爷什么都想要。如果是真的，我会护他。你连我都护不好，怎么护一个孩子？那就从现在开始学。沈之仪，若你不想要，我不会逼你。这是你的身子，也是你的命，我没有资格替你决定。出去。从今日起，没有你的允许，谁也不许进清无院。公子，侯府那边传来消息，沈姑娘有了喜脉，脉象尚浅，还未完全确定。顾长渊信了。侯府上下已经换了守卫，清无院外的人撤远了，太医也请了。去执笔。公子，这信若送去，侯爷也会看见。那又如何？侯爷若动怒，他早该动怒。他若真把沈之仪当夫人，就该知道，有些东西不是娶进门就算他的。送去清无院，我要他亲眼看见。小姐，是段三公子的人送来的。拿来。他疯了吗？小姐，这信不能让侯爷看见。为什么不能？就是要让他看。侯爷看见会杀人的。去请侯爷。谁送来的？三公子。侯爷生气了。他找死。他不是冲你来的，他是冲我，还有我腹中的孩子。所以更该死。段怀昭不能再靠近你。只是不靠近，那本账也该交给侯爷了。小姐，段家总账留在我手里只能保密，可放到侯爷手里才能杀人。你确定？西仓火油、江南暗桩、沈苏两岸的血债，这些东西若一起送上去，段家会如何？满门下狱。那段怀州呢？段家的根若被拔了，他也站不稳。他要是没沾血，我便不动他。可他不会信，他只会以为侯爷借我和孩子终于找到机会要把整个段家连根拔起。侯爷，有些狼不是你不咬它，它就不会咬你。小姐，你是故意的。这是我抄给段怀轩看的饵。他会信吗？会，因为真的账已经在顾长陵手里，他只要看见这一页就会知道顾长陵手里有能拖垮段家的东西。那他会以为侯爷要害他。对，小姐，你让侯爷看见那5个字，是要他觉得段三公子已经动了杀心。你又在这页账后面写了听雨楼的时辰，是要段三公子以为侯爷今晚会带着总账去听雨楼交给御史台密使，所以听雨楼不是见面，是你给他们选好的杀局。小姐，那你呢？我等他们打起来，小姐，他们都会死吗？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但他们若不死，死的就是我们。清无院送来的。
侯爷要把段家送上朝堂。顾长渊，他倒是敢。公子，会不会是沈姑娘故意激你？这账是真的，顾长渊手里有总账，也是真的。他若真把账送出去，提防完了，但我也摘不干净。那公子准备怎么办？明夜，听雨楼。公子要去？他既然要带账来，我自然要去拿。若侯爷不给呢？那就让他再也给不出去。小姐，侯爷今日是不是要去听雨楼？那他们会打起来的。铃铛，这世上不是所有事都能拦得住，有些刀拔出来那一刻就一定要见血。侯爷，御史台的人已经到了听雨楼，走。外头风大，你回去。侯爷今日带账去听雨楼，段怀州不会让你把账送出去。我知道。他若动手呢？那就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等我回来。好。小姐，侯爷会回来吗？今晚该收网了。侯爷来得倒准时。御史台的人呢？侯爷问我账呢？沈之仪真是打得一手好牌，让你知道我要动他，也让我知道你要交账。顾长渊，他给的都是真话，可真话有时候比假话更会杀人。孩子不能留，这5个字，侯爷看见了吧？你不该写。我若不写，侯爷怎么会来？你想死？他嫁你是为了侯府，他留你是为了苏岸，他把你最后那点愧疚也算进了局里。你不是不知道，那又如何？就算他是在利用我，也轮不到你动他。她是你的夫人，你也配说这句话？当年苏府封门是你下的令，他夜夜梦见那场火，你站在他身边时不觉得自己恶心吗？他若恨你天经地义，他若杀你也是报仇，可你现在竟然觉得一个孩子能给你们之间留一条活路？说完了。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任何一个人赢。他把我的信给你，又把账片递给我。顾长渊，我们2个谁也没比谁清醒。我知道，可我还是来了。我也是。顾长渊，我可以借你的刀斩段家，可我不能把刀柄也交到你手里。段家的罪你会交出去，可写着你名字的那一页，你真的舍得吗？我赌不起，苏家300口也赌不起，所以真正的账不能去听雨楼，只能去御史台。他连面都没露，就让我们2个替他把这场局走完了。顾长渊，我们都以为自己能把他留在身边，但其实从头到尾我们都是被他在推着走。你若不是不甘心，就不会写那封信。你不也一样？你若不是怕他走，也不会把侯夫人的名分递给他。我来是因为我不能再退，我来是因为我不想看他真的成了你的夫人。顾长渊，我若早些遇见，没有如果，也是。沈之仪，你赢了。老子要见陛下，你们敢？奉御史台密令，段氏全族就地所拿。我可是朝廷亲封的诰命，一个不留，全部带走。小姐，听雨楼那边还没有消息。夫人，段怀昭死了。顾长渊呢？侯爷回来了。段家到了，你和孩子以后安全了。扶侯爷进屋。别走，我不走。侯爷，您撑住。段家的人今夜已经下狱，天亮之后，御史台会把苏案重新翻出来。侯爷，别再说话了。你要的我替你拿回来了。为什么？什么？你明知道我在利用你，为什么还回来？因为你说的对，段家该死，苏案该翻，沈家的账也该有人还。还有，
你和孩子不能再被人追着杀。沈之怡，我知道你恨我，我也知道我还不起。可这个孩子，若他真的来了，别让他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侯府阴喜给你，老陆会听你的。御史台那边我也已经安排好，等苏案翻了，你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没人再能逼你。这一次，我总算没有来晚。顾长渊没有孩子，从一开始就没有孩子。喜曼是假的，那晚是真的，可孩子是假的。夫人，太后送来的药膳是给侯府的人看的，我真正服下的是能乱脉的药，药效不久，却足够骗过一次平安脉。原来如此，段怀州是儿，我是儿，连这个孩子也是儿。沈之怡，你真狠！我不狠，活不到今天。也是，你不狠，怎么从苏府那场火里活下来？那我呢？我从头到尾也是你要杀的一把刀吗？原来不是完全没有。够了，有这一点就够我死的不那么难看。顾长渊，别把自己说的可怜，苏家300又不会因为你今日死得惨就活过来。我知道，所以我不会谢你，好，也不会原谅你，好，更不会替你哭。那就别哭，沈之怡，以后别再拿自己做饵了。侯爷放心，老奴会护夫人周全。不是护，听他的。是。这一次，我看清了。侯爷！御史台连夜呈上段家总账，所有证据一件件摆到朝堂上。皇城钟声响过3次，段府被封，段家满门下狱，敌房、旁支、账房一个都没逃掉。段家在京城盘踞数十年，一夜之间塌了。小姐，都结束了吗？快了。那我们以后去哪儿？等案子结了，我们离开侯府。真的？真的。以后不住别人的府，不借别人的门，不等别人来护。这一次，我们自己走。